如果要你删掉社群账号，你愿意吗？社群账号对于现代人来说，除了是记录生活的平台，更是一个人的名片。因此，赞数多不多，自己的照片在网上好不好看，成为跟吃饭、喝水一样重要的事情。本集我们邀请到想要透过社群发光发热，却同时承受更多焦虑的同学们，分享自己为何在社群上不够完美，所以放学不回家。Hello， 请问你是辣辣吗？我是辣辣。那放学怎么没有回家，一个人在这里练？因为我在经营社群软体，然后我喜欢拍 cover， 所以就想要把 cover 影片放在 IG 上给朋友看这样子。我平均一天大概会花2个小时以上在社群软体。因为我想要被看见，因为小时候父母的话比较在忙工作，所以比较少注意到我，所以社群软体的话就可以让陌生人借由这个平台更关注我。有朋友的朋友就是在私讯或是留言，就说就是长得很不好看，然后跳得很丑之类的，或者是就是粉丝数或是赞数没有达到我的预期的话，我就会觉得我可能不如人，但是可能事实上真的不是那样子。喜欢在社群展现自我的辣辣，常常会遇到许多挫折，但早在之前，辣辣就已经尝过社群所带来的负面情绪跟影响。我在国中的时候会开始比较，因为那个时候有喜欢的男生，然后喜欢的男生都会喜欢比较漂亮的女生，然后就发现他的 IG 女生，她的 IG 追踪者很多，然后我就会觉得，就是我跟她就是会开始比较，就是我跟她的长相，然后 FB 也会有按赞人数。如果我看到就是那个女生的按赞人数比我高的话，我就是会很难过，然后可能会在家里偷哭这样子。面对社群以及容貌的焦虑，辣辣也有试着努力克服，但没有太明显的成效，让辣辣更加沮丧。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有节食之类的，就是可能一天只吃1餐。然后像如果我要拍 cover 的前1-2天的话，我会开始就是可能一整天都不吃东西，然后只喝水。感觉成效的话是有瘦，但是没有到太多。像我的腿，我就觉得我就是国中的时候、国高中就很努力在做运动，但它就一直都是那样子，所以我就有点挫折。像之前有一个舞团的就是成员，然后他170公分，但是只有50公斤而已，然后他的腿也很细，所以就是我看到他的话就会对比自己，然后我就觉得我更加焦虑，就是我怎么那么胖。如果使用社群让辣辣感到如此痛苦，有想过删掉或是关闭社群账号吗？我是没有想要关闭社群账号，因为就是社群软体是我唯一能够被看见的，就是比较好的方式。如果我朋友在社群媒体上给我就是好的正面的回馈的话，我觉得对我影响非常大，因为我就觉得他们就是认同我，像是他们说就是我跳舞跳得很好，然后这件衣服穿在我身上很好看，然后很漂亮之类的，我就觉得很有自信。然后相反的就是他们如果给我负面的，我也会很难过跟伤心这样子。和同侪在社群上的互动比较，除了影响辣辣对自我的评价外，也让辣辣对外貌产生了更多焦虑。如果贴文的赞数增加了，同学们的这些焦虑会减少吗？来听听拥有数万粉丝的 Catherine 怎么说。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。我现在17岁，目前是高2的自学生。从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表演，然后那时候我就有追踪一些我很喜欢的，像演员啊、歌手，还有一些国外的 YouTuber。那时候看到就觉得他们很厉害，然后就有一点想要跟他们一样。然后一直到高年级或是国中的时候，就开始有更多人希望能加入到比如说网红、网美的这种照片风格或拍影片风格，然后就会有一点开始说出去玩就会帮同学互相拍，然后觉得哪个角度比较好，然后发上去了以后，大家都会有一点开始小的比较，比如说比较这个服装，比较那个服装，比较这个角度，比较大家的按赞数这些，尤其是跟同学这样比较，反而就是自信心的这部分受到打击的会更大，因为就想说
就是大家都是平时会见面的同学，结果没想到在社群上面怎么他感觉比我亮眼。只是我觉得在生活上比较大的改变是，像我国中到高中这段时间，就变得很常会出去家人一起旅游的时候，反而就会变得比较像在工作，就像是爸爸就会帮我找说，哦，这个景很漂亮，要不要先拍？可能拍了100多张，花了半个小时拍出来，我自己又会觉得，我觉得我哪里不够好，或是我觉得怎么样，好不容易跟家人一起出去玩，结果我就感觉自己是连累大家的那个人。跟辣辣一样，使用社群让 Catherine 感到焦虑，但这些焦虑的背后，其实是来自国中时曾被重重的伤害过。我是转学生，在一个新的环境里，同学对我也不太熟悉，所以就是理所当然会想要上去查一下，说，这位新同学有没有 IG 啊？结果没想到查到的时候，发现，他有在经营，而且他还有在做，就是比如说模特儿或者是表演广告这一块。只是就是切入点可能是不太好的，因为他们切入进来的时候是以负评，或者是以就是说你凭什么啊？你长这样还可以，你凭什么这个那个的？所以那时候就蛮多我蛮傻眼的东西都跑出来，然后就想说，这么多学长学姐，然后其他学校的，然后大家都开小账，然后来就是匿名起底这样。我以前因为被攻击的那段时间，真的就是觉得压力很大，所以就是出门，就算是去隔壁取个包裹或是倒个垃圾，我都想要就是遮所有我觉得是瑕疵的地方。然后又看到现在同侪之间只是一般的学生，但是拍出来的东西，我都觉得比我所谓会被大家贴标签说你是模特儿还这样的这一句话，就是蛮常会有影响的。那时候的话，应该是小学高年级到国中的时候，到那个时候就有一点现在就是好像要化妆才是漂亮，好像就是要化妆遮掉最素的自己，然后才能出现在社群平台上这样亮相，就有那种想法吧。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从那个时候，我一直化妆，然后开始长出痘痘这些，反而我又要遮，加上又被一些攻击，然后又加上一些比较焦虑，这些混杂在一起，让我那时候陷入一个比较不健康，然后比较忧虑、焦虑的状态，让我一直想要把所谓的真实的自己遮起来。这样，同侪之间的攻击让 Catherine 对自己感到怀疑，而帮助她向前走的，反而是不太了解社群生态的爸爸妈妈。那时候能最快走出来，最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家人，因为在那时候，因为有家人在，就让我感受得到附近有很多的爱，然后很多的关怀。爸爸妈妈说他们对社群这些其实也很不了解，不知道能帮我什么，但是他们会一直在我旁边陪我，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已经帮助了我很多。根据儿福联盟的调查，有46.1%的儿少会通过社群比较，判定自己做得好不好。在过铺的社群时代，少年少女透过社群感到自信，却也感受到更多焦虑。你也沉浸在社群带给你的恐慌吗？在这个焦虑的时代，要怎么保持自信的安稳前行，成为每一个人的生活课题。